这个是红米 Turbo 4 Pro 发售至今销量突破100万，京东好评率98%，酷安评分9.2分。它把有上 2K 档的配置呢，在国补后直接砍到了1400多的价格，大屏加精致外观，高续航、快充，似乎性价比拉满。作为深度使用2周的机主呢，必须和大家聊聊这台机的真实体验，日用到底有哪些优点、缺点，给618想购机的朋友一个参考。手机是自费，不是广告啊。那开头先求个3连，非常感谢。这次的3款颜色黑白都很好看，其实我最喜欢的是白色，但是家里白色的手机呢实在是太多，所以图新鲜我买的这个绿色。外观上和 Turbo 4呢其实整体变化不大啊，椭圆形的这个竖形双摄，只不过本来偏向右侧的这个分割线它变粗了，且移到了中间。它的四周呢是被这种粗线条框起来的，但是我个人觉得中间的这条分割线呢稍有一些多余。玻璃加磨砂金属边框的组合呢很有质感，背板摸起来是滑溜溜的，很油润，但是呢它是有一些粘指纹的。边框跟背板呢做了同色的处理，比 Turbo 4的塑料中框呢整体质感提升了不少。但是这次宽度啊，它是来到了77.93毫米，应该是我用过最宽的小米手机了，没有之一，真的是有一些撑手。再加上219克的重量，拿在手里沉甸甸的，像搬砖一样。那镜头模组呢简洁，凸起非常小，没有坠头感。这里也是同样用了这个磨砂金属，平时横握打游戏的时候呢，手指是碰不到镜头的，很自在。那这种感觉呢，真的是很久没有过了。背板到金属中框的这个衔接处呢，也有做一些微弧的处理，减弱了一些硌手感。后盖整体做的也是严丝合缝的。那说实话，1000多的手机这质感真的是很棒了。屏下短焦指纹。位置呢比较靠下，再加上手机呢比较重，其实不是那么容易按了。我每次都会担心拿不稳，说这个手机会摔掉。但是在这个价位段呢，也不意外吧？你想让它上超声波，确实有些困难。那点亮正面，好家伙，我想说今年的 OA 两家呢都在学苹果，怎么现在连红米这个浓眉大眼呢都开始有果味了？尤其是这个 R 角啊，这次的弧度做的很大，内外曲屏一致，强迫症看着很舒服。那黑边控制呢也是非常的好，两侧和上边呢只有1.5毫米，很接近自家大哥小米15的这个1.38毫米了，下巴要宽一丢丢，是1.9毫米。乍一看的话，还挺像这个4边等身的。总体观感上呢，确实不太像这个价位的手机。纯直屏加上窄边框带来的这个视觉冲击力呢，还是很强的。6.83英寸 1.5K 的华星光电的 M9 直屏，我觉得清晰度是足够了。全局峰值亮度是800尼特，激发亮度的1800尼特，属于是中规中矩的水平。护眼方面呢，采用了3840赫兹高频 PWM 调光加类 DC 的方案，它在低亮度下的屏闪控制的比较优秀，长时间躺着刷手机，这个眼睛也不容易疲劳。自动色温调节呢也比较自然，不会像有些护眼模式让屏幕黄得离谱，但是整体颜色呢会偏暖，喜欢冷色的可能就需要手动去调整一下了。另外就是它的 DC 调光优化的一般，中高亮度切换呢略有点不自然。那 Turbo 系列性能呢肯定是重点了。Turbo 4 Pro 这次首发了骁龙 8S 近4，安兔的跑分呢接近210万，属于是中上水平了。相比上一代呢还是提升不小的，日常使用起来肯定是没有问题。我刚刚买到手的时候呢，经常会有那种不时卡顿的情况，在现在更新过几个版本之后呢，就几乎没有遇到过了。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当时的优化有问题。还是游戏实测啊，我自己习惯带壳1小时，王者荣耀120帧极致画质，平均帧率是119.8帧，最高温度45度，还是有些烫手。原神60帧呢，画质最高，平均帧率59.4帧，最高温度来到了48度。那 K 系列没怎么狂暴起来的性能呢，在 Turbo 4 Pro 上倒是放得很开，但是我建议大家配个散热背夹。游戏过程中虽然有一些小波动，但是没有明显的卡顿现象。我其实平时不测试的时候呢，我也不会玩这些高负载的游戏，玩宝可梦大集结呢还是很轻松。整体对于这个价位的手机来说呢，我觉得表现还是不错的。那这一次另外一个大升级呢，就是电池了，7550毫安时真的是太大了，我把它当做主力机使用的这些天，几乎是1天半一充。睡觉前充满，起来后呢使用1天，睡前还有20%左右的电，一直到第二天的中午才会用完。我的亮屏时间最少呢也是有7个多小时，最长的时候一直在家不出门能到10个半小时。当然了，它5G 情况下耗电肯定是要更快一些的。我感觉再过2年的话，手机电池可能都要逼近1万毫安时了。梦回功能机时代的续航啊，真是连最后一点续航焦虑都没有了。
充电方面呢，90瓦的无线充，30分钟就能回血60%多，55分钟充满，充电速度呢还是可以的。毕竟15 Ultra 那颗6000毫安时的电池也要充50分钟嘛。另外这次 Turbo 4 Pro 呢还有个比较特别的，就是它支持22.5瓦的有线反向快充。好家伙，就真充电宝了。以前我一直觉得无线反充鸡肋的很，给别人充个电，自己掉电飞快，对方呢还充不进多少。但是这次实测啊，给朋友的手机充电回血速度相当可以，比外面租的这个共享充电宝的功率还高，关键时刻真的能救急，属于是那种平时用不着，那要用的时候真香的这种功能。影像方面，主摄用的还是 RYT600，还有一颗这个凑数的超广角。Turbo 3呢其实就在用了，那这个系列确实是不主打拍照，平时拿来拍照发朋友圈的还是够用的。虽然没有徕卡影调，但是光阴感呢还是不错，放大看的也比较清晰，2倍裁切的变焦也还可以吧，细节保留的也还行，适合拍人物或者静物。高光压制呢比我预期的要好，缺点就是这个超广角的素质一般，800万的这个解析力不足，暗光下噪点多，再就是长焦的缺失，对我个人来说不太够用，2倍以上变焦画质明显是不太行，再就是它的算法优化呢可能还得再加强一下。视频是支持这个 4K 60帧的，说实话我用这个手机拍照欲望不多，而且我觉得这手机呢咱也没必要在影像这块纠结，只适合给一些对拍照要求不高的人。那大家呢看一下我随手拍的一些样张，我还是给你们一个参考。外围配置方面 ，Turbo 4 Pro 呢给的还是很满的，支持 IP66、68、69的这个防尘防水 ，X 轴线性马达，立体双扬声器，顶部是听筒加底部扬声器的这个组合，给大家听一下效果。还可以，低音呢有一定的这个下潜，人声也很清晰，比同价位的机型扬声器要好不少。缺点就是它高音略尖锐，声音你放太大的时候呢，会有那种刺刺的破音的感觉。但是在这个价位段呢，也属于是中上的这个水平了。系统的话，懂的都懂嘛。小米如果系统完全不卡顿、丝滑流畅的话，那就没有别家什么事了。但是我觉得完全不影响使用，并不是什么自适应啊，那你找 bug 必然也是找得到的。日常用我真的觉得不影响使用。还有就是抛开价格去看手机，还是有点耍流氓的。那最后说一下信号，4G、5G 还是很稳定的，比上一代呢有明显的提升，主副卡的切换呢也很流畅，没有出现什么断流的问题。但是你如果在高铁上，信号偶尔还是会掉到3G。我凭感觉啊，就是我觉得它比华为和荣耀这种还是弱了一点，但是日常使用呢也完全是够用的。前阵子家里的一个伯伯想让我给他推荐一部手机嘛，因为他现在手机已经用了5年了，经常卡的没法操作。那我当时脑子里第一浮现
荐出来的手机就是这个红米 Turbo 4 Pro 了啊，屏幕大，续航长，声音响，性能对他们来说呢更是妥妥的够用，国五价格呢也合适，而且小米之家的店很多嘛，长辈们手机出现问题的时候，你去店里解决也很方便，所以这个手机拍完呢，我是准备直接送给他了。那如果你和我一样给长辈买了这部手机呢，我建议你在系统里帮他们打开这个极简模式，图标可以放大到原来的1.5倍，那桌面首页呢就只保留了这个微信、电话、相册的一些基础功能，也可以设置一键呼叫，字体颜色呢都调成这个高对比度，再把这个负1屏一关掉，搭配这块大屏幕，真的是一部非常不错的老人机。那不光是长辈，就算是我们年轻人用，这手机在这个价位段的性价比呢也是相当能打的。说真的，光是7550毫安时的这个大电池加上22.5瓦的反向快充，这个组合就让它成为一个能打电话的超级充电宝了。毕竟在这个价位能同时兼顾性能、续航和实用性的手机真的不多了。OK， 最后感谢大家的时间，如果你也喜欢我的内容呢，记得一键3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